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锅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统悟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。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。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完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，正好我前2天在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，顺手给他了。我买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，7天不满意包退，完还免费保修1年。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。然后切辣椒的时候，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取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，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。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，而且吃的也没什么营养价值，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。再一个，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，有想止咳的，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，还有那纯馋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，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。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，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。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，出去吃上烧烤了，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。因为是给病人做嘛，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，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。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，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。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。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。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。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，基本就没怎么合眼。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，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，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，肯定马上就嘎。收拾完水果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。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，买不着新罐头瓶，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。完心高温消下毒，结果温度太高了，给手烫秃了皮。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了。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，冷静冷静吧。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，这是纯可可脂做的，一共4个口味，口感都特别好。尤其是榛果的，有很浓的坚果香味，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，夹心也好看。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，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，这氛围感可太好了，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，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，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，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，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，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。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，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，完还剩点草莓，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。这酸酸甜甜的，再带点冰茶，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。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。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、水、水果，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，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。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，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销杀。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胰岛杠一起到2023年呢，结果也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，突然就烧了2天40度。这回行了，彻底踏实了，省得老惦记。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。
天暖和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两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不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裤子烧漏了，这事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趴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完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寻思剩挺多呢，我建议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哎呦啊，这川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张罗川锅底儿。早晨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。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东北的海鲜川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，这家伙3口1只虾，吃得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介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那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我最近收着一份超大的快递，是我一个卖海鲜的朋友在听说我爱吃虾干之后给我寄了200斤活虾。我收着快递的时候都懵了，我寻思从来也没见过谁给人送吃的直接送原材料的呀。那我心说这不只是活虾呀，这不他妈纯纯是我活爹吗？但是虾都到了，也来不及骂街了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虾我们处理的老仔细了，每只都抠了脓包和虾线，而且为了能保证成品尽量完整，我们是从虾脖子那抠了个小缝，挤的那个脓包，完了再把那虾线连根拔出来。要是拽折了，还得用牙签把剩的虾线再挑出来。这200斤虾大概得有2700-800只，那处理完之后给我们手都要扎烂了。不过煮虾的时候实在是太满足了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鲜的味儿，相当于是一锅汤里煮了3000只虾，那屋里那味儿浓的呀，我感觉谁要是狠声喘一口大气儿，当场就得痛风。这些煮好的虾放到烤箱里慢慢烤酥就行了。完了看炉子的时候没啥事儿，玩手机正好刷着一个官方的今天活动，稀里糊涂点了2下就中里个2024，没想到连转发拉人的套路都没有，2000多直接就提到微信了，估计是新出的活动，中奖概率高。链接我放在评论区置顶了，能点开就是能参加，反正也不花钱，你们要没啥事儿也可以去试试运气。
当然烤虾这事儿确实比我想象的要麻烦一点，烘干箱出一锅得15、16个小时，烤箱最快也得3、4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翻好几次面。我一共准备了3个烘干箱、6个烤箱，还有2微波炉，根本就打不开点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塞里就好呢，没想到还是个挺劳人的活。后来到半夜时候实在挺不住了，还有20斤没装进去，我们这寻思都把它们吃了，那结果呀，好像没给自己撑吐了。这些虾整整烤了1天1宿，到最后200斤虾就烤出了40斤虾干，这个缩水率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。但是烤完了，真的跟那些卖300多1斤的虾干是一样的，就外皮都烤酥了，一咬就成渣。虾肉是那种像比较干牛鱼丝似的口感，就越嚼越有滋味，完了还能吃出来虾的鲜甜。除了原味呢，我们还做了点椒盐和香辣的，我感觉哪味都挺好吃。也正是因为这虾干给我吃嗨了，我现在觉着其实有一个乱记原材料的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虽然我每次去他家买海鲜，他多少都得查我的秤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。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都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的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多他们跟外买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那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储量造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。完寻活动活动，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。最近他们年终大促，满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贼划算。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，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夏天到了，这 T 恤啊、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。后来试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通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广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我。